北京、深圳地铁都开始发不出工资了，不是笑话，也不是传闻，而是活生生的现实。15号线上的外地农村务工人员，从今年5月、6月开始就没拿到1分钱工资，联系也联系不上，投诉也石沉大海。与此同时，深圳地铁1号线的保安公司也换了老板，工资自然没人认账。保安队员一句话令人寒心：我这份辛苦钱到底去找谁要？这不是个例，这是全国性财政危机的一角冰山。今天是地铁保安的工资发不出来，明天可能就是有编制的公务员、医生、教师也发不出来。尤其是地铁这种吞金巨兽，原本靠财政输血勉强维持，一旦财政出血，它第一个趴下。地铁曾是城市荣光的象征，如今却成了地方财政的绞肉机。连北京、深圳地铁都开始欠外地务工人员工资，这不仅是一次工资事件，而是中国财政塌方最直观、最刺眼的信号。有人说，北京地铁不应该这么快亏啊，人流量那么大，怎么可能亏？你去看一眼安检岗就懂了。在一个安检口上，常常能看到6、7个人，有人看屏幕，有人盯放包的，有人拿扫描棒，还有2个闲聊的。更夸张的是，一个安检门10几个人围着站，站外一个，站内一个，传送带两边再来几个，这还不算楼梯口的巡逻岗。有人吐槽4个口的站换班总共得有40、50个安检员，那种7、8个口的大换乘站，上百人不是梦。这不是安全需要，而是人力臃肿带来的巨额开支。安检系统不是一次性投入，它每年都要大量人力维修、更新、培训，成本惊人。这就引出一个扎心问题：中国老百姓已经被监控的滴水不漏，地铁还要如此铺天盖地的安检，究竟是在防谁？怕谁？26个城市地铁全线亏损，只有补贴才能续命。根据2024年年度报告，全国28个有地铁的城市中，有26个地铁公司全部亏损，盈利的只有福州和上海。更扎心的是，这2家盈利也只是因为政府补贴。其中，深圳地铁2024年巨亏334.6亿元，亏损额度全国第一。即使客流量全国最高，地铁1公里每天能拉1.52万人次，依旧救不了它。为什么？因为深圳地铁还玩地铁加地产的老套路，结果持股最多的万科2024年净亏494.78亿元，直接把地铁拖下了水。地铁修到哪，房价涨到哪，卖地补财政，这种地铁神话彻底破灭了。而北京地铁也好不到哪去。北京地铁票价低，一趟地铁平均3.5元。2024年，北京政府要拿出253.4亿元贴补运营，相当于每位乘客都在被政府补贴5.2元。注意，这是每年253亿的财政支出，是烧，不是投。可北京已经算是全国经济最强的城市之一了，它都要卖血养地铁，其他城市怎么办？烧钱烧疯的地铁系统，修了就是巨债。国内地铁单公里成本平均在7亿元以上，有的城市甚至超过10亿，比高铁还贵。比如成都地铁18号线，总长69公里，总投资624亿元。北京、深圳这些1线城市核心线路成本更高，单公里超过15亿元。谁来还这些钱？是你，是我，是我们全体纳税人。2023年，全国29个地铁城市的公司负债率普遍在50%至80%之间，其中武汉地铁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2000亿元，每年光利息就要支出超过100亿元。你没有听错，一个地铁公司每年利息超过100亿，相当于50个中小城市的全部财政收入。地铁的财政黑洞是如何吞噬一个城市的？为什么地铁建得起却养不起？第一是人。
比如武汉地铁，2023年光人工成本就占了52%，相当于新建一条5公里的地铁线。第二是折旧，全国地铁平均折旧年限是30年，光这一项就要在账上每年记上一大笔费用。第三是利息，2022年地铁系统的利息支出突破了1200亿元，不是运营费，不是修建费，只是利息就高达1200亿。你说这不是财政黑洞，什么才是？地铁不是不能建，而是不能瞎建。但过去10年，全国很多城市陷入了地铁崇拜症，尤其是3、4线城市，几乎谁先上地铁，谁就城市升级，谁就面子工程做足，谁就能拿财政奖励。于是疯狂修，无脑修。宁波地铁5号线沿线常住人口不足40%，基本是修到了荒地里。佛山地铁3号线直接铺进了农田腹地，连周边配套都没建好，站台冷清的能听见回声。这种新城优先的修法，本质是房产驱动，地铁先修，房子跟上，政府拍地挣钱。但现在房地产崩盘，房子卖不动了，地铁站周围还是一片荒凉，客流量不足国家规定的0.7万人次公里，有的线甚至只有0.27万人次，连公交都比不过。地铁靠票务盈利，想都别想。2023年，全国地铁平均票价才4.3元，是伦敦的1/5，东京的1/3。票务收入只能覆盖运营成本的30%至40%，唯一能拉点回血的非票务收入就是房地产、地铁口修楼、卖商铺、搞商业开发。但现在这最后的吸血管也断了。武汉地铁的地产收入从2021年的45亿元直接跌到2023年的1.3亿元，跌了97%。上海地铁的商业开发收入占比也从40%跌到了28%。曾经靠商场、写字楼、广告为挣钱，如今租金降了，广告没人买，只能靠卖便利店位子艰难求生。地铁亏损的直接后果就是员工的噩梦。2023年9月，昆明地铁开始大规模拖欠工资。内部员工反映，从5月开始工资断发，甚至公积金和社保也停了。他们不是高层，不是公务员，而是最底层的运营人员、维修人员、保安保洁。他们每天在隧道、站台、电梯里跑动，结果连工资都发不出，最后只能借钱过日子。更可怕的是，全国有不少地铁公司员工表示，这种情况早在2022年就开始了，只不过媒体没曝光。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哭诉，我儿子刚出生，工资3个月没发，公积金断交，我连房租都快付不起了。这就是财政危机真实的血肉模样。亏到头了，各地地铁开始了所谓的开源节流。2023年9月，广州、佛山地铁取消原来的满15次打6折优惠政策，换成只有当月地铁花费超过200元，超出部分才享受5折。听起来合理，实则变相涨价。不少通勤族发现自己每月地铁支出直线上涨，有人1个月多了40元，等于1年白白多掏480元。杭州地铁甚至实行调休模式，非高峰期不让部分电梯开。网友讽刺地铁也搞8小时工作制，还带双休。深圳更是狠，2022年起就在1、3、5号线大规模更换 LED 照明灯，一年省电1142万度，但相较347亿元的年度支出，这就是杯水车薪。节流能节多少？当整个模式是错的，任何节流都是延命，而不是治本。看到地铁成了财政黑洞，国家也开始踩刹车。2024年起，地铁申报门槛提升 ，GDP 需超3000亿元，财政收入300亿，城区人口超过300万。西宁、
泉州等地即便 GDP 过万亿，也因人口不达标被一票否决。合肥地铁第4轮规划从128公里看到115公里，徐州、贵阳、洛阳等城市多个线路申请被驳回，整个中西部地铁热潮戛然而止。这不是规范建设，这是放弃治疗。面对烧钱、亏损、欠债、拖薪的地铁系统，2025年4月，中国发布了号称地铁革命的大杀器轨道 AI 大模型。青岛地铁宣布 AI 上线后，可实现乘客摔倒秒级预警维修时间缩短60%，成本降低30%，计划到2028年覆盖506公里线路，每年节约10亿元。听起来很美，但问题是谁来出这个前期投资？ AI 不是魔法，它需要芯片、算法、传感器、人力训练系统。如果 AI 建成要花100亿，节约10亿年，那就是10年才回本，这还不算维护和升级费用。而现实是，地方财政已经连工资都发不出了，哪还有钱搞 AI？ 你还记得吗？曾经的口号是地铁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地铁修到哪，房价就飙到哪，招商就到哪，繁华就到哪。可如今，黄金没了，只有债务；繁华没了，只剩冷清站台。从北京到深圳，从宁波到昆明，中国地铁体系正在经历一场系统性崩溃。这不仅是交通危机、基建危机，更是财政危机、治理危机的冰山一角。地铁是地方政府最烧钱的项目，一旦他们开始亏损、欠薪、停工，意味着财政的最后防线可能真的撑不住了。地铁欠薪不是小事，它是地方政府没钱了的明牌信号。今天是地铁员工讨薪，明天是公务员减薪，后天是社保断供，大后天可能就是银行限提、养老金缩水、医疗报销停止。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一个真相：中国不是不想救，而是没得救。26城地铁全亏，财政补贴年年上千亿，庞大的地铁系统压垮了地方政府，也压垮了曾经自信膨胀的基建崛起神话。未来不是哪个地铁站关门的问题，而是谁先倒下的问题。